大家好，我是璇爸。现在8点，我们去吃早餐啦。吃早餐，咸鱼的早餐不知道是什么。他怎么吃早餐？他是煮个面给我们吃吗？没有人呢，怎么办？没有人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都要下去1楼问一下。在下雨。是啊。那是什么？我拿了个炸馅牛肉，就这样就好。这个是榨菜，这是小米粥。给你是今天高兴。谢谢哦。谢谢。小米粥。就一个人，家里面。因为它很简单的，这些都很简单的，但就非常有乡土气息，在地气息，就跟昨天一样。有人在山上吃早餐，这是在湖边吃早餐，可惜树太多了。如果这树能够，我就直接看着湖景吃早餐了。是很清淡的早餐。我喜欢吃小米粥。好烫哦，这个鸡蛋。我跟你说很烫。那今天就本来想说可以去万绿湖走一走，没办法，下雨天，就直接去佛山了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待会休息整理一下行李就出发了。我们去码头那边稍微看一下，就看一下这个白天的码头啊。下雨的码头啊。是啊，因为下雨。基本上也看不到什么了。白天还挺安静的啊，跟昨天的晚上差老远了。对、昨天晚上这条路满满都是车，塞得满满的。慢点哦，好陡的坡。这边是码头区咯。昨天不就走了这里吃东西？对，在这里吗？在这里拍吗？停一下，拍一下。对，拍一下那种渔港的感觉。对，就码头咯。对啊。然后一些游湖应该是那些船，对不对？下雨天没那么好看。我们上次去就热潭在下雨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里打卡完了。我们现在就往佛山出发 ，Go Go Go！ 前面左转。所以这个河源呢，真的好像，因为我们也不是深入玩啊，对，反正就来打个卡，起码看着美丽的湖景也不错啊。而且可以感受一下这边小镇的生活。对啊，那就如果有人对河源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推荐的景点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下次再亲自来看看。今次我们是快闪。对啊，所以不代表这里不好玩了哦。对啊，好了，走喽，出发，还有哇1点才会到哎，小心可能塞车，天气不好。对啊，下雨天又200多公里哦，然后可能到佛山里面就容易塞车。我看到有几个塞车点了。肯定啊，佛山跟我们前面那几个地方都不一样，佛山比较繁华，是啊，热闹。海边看完了，山也看完了，对。那我们这就去城市。海边看完，山看完，湖边没看完，但是也走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出发往城市里开了。大城市，是佛山现在真的是蛮大的。好的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出发 ，Go。我们现在在惠州博罗，惠州博罗我们有来过玩呢。对啊，阿斯塔特，陈子璇超开心的玩沉浸式的那个体验。哦，对，剧本杀。对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体验，那个也不错。整个小镇都拿来玩，真的是蛮不错的。但是那个小镇已经很旧了，可能疫情丢空在那里，有点可惜。然后很多店都没有开了，好可惜。又下起大雨了，很大。好讨厌。是广州界的哦，欢迎进入广州地区啊。是哎。哇，越下越大。好夸张哦。对啊。哇，怎么都看不到了感觉。对。慢点。怎么会这么大雨哦？天哪！好恐怖，好夸张哎！瞬间一点雨都没有。瞬间雨停哎！好笑。刚刚吓死人，现在风停雨歇。到广州了。
经历了又一场暴雨，暴雨、小雨、暴雨、小雨。对啊，以为没了，然后突然又啪！天，现在离佛山还有1小时14分的车程，开了好久。对啊，到了大城市的感受又不一样了。佛山我们又来啦。这也是广州吗？对，大塞车了吧？这个就是大都市的日常嘛。对啊，就这真的好人性化，拥堵时可借路肩通行。对啊，太人性化。我看哦，哦，好贴，好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太拥堵了。那我们差不多也要出去了，对吧？嗯，这个街道也不错。几百。好感动啊，有的街道啊，而且只有小客车。这里怎么又下雨了？哎呀，过了一段路又是一片天。是啊，今天真的都是这样。终于到佛山禅城区了。好快啊！是啊，要下去啦，就要去古庙走一走了。这是漂亮的收费站呢。不知道哎，看一下是不是有特色的古风。对，佛山，我们来喽！真的好像好看哦。对啊，这边有个国家森林城市。什么叫国家森林城市？不知道。不是国家森林，是森林城市。辛苦的开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了旅馆啦。到酒店喽。哎，免费的哦。你要喝吗？你那个手机给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？就刚刚扫他的码叫一键开门的，要关注了。哦，这个自助式的。别吵，会把彩蛋吓跑。陈宇璇，那我们真的不要吵，不要吵。这样按一下。啊，一键开门。我刚刚开了，然后一开始没有开。按一下立即开门啊！哦，哇，有时候太先进了，也真的是。没有第一次嘛。我看到有人说他们也真的不太会用。这个可以挂衣服哦。哇，陈宇璇彩蛋呢？看一下有什么？狗牙。你是狗牙，吃的是吧？对。狗粮。这是什么？这不会是啤酒吧？也是喝的哦。哇，里面好多什么东西啊？小饼干。是啤酒。是啤酒哦。小饼干。反正就小零食呗。对啊，哦，现在都有送耳塞耶，你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还可以啊，大窗。肚子饿了，我们就去祖庙那边找东西吃，顺便拍祖庙吧。这里要等红绿灯吗？那有这个地方，这个路口要等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这右转直接过去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设计个红绿灯这样。这样我看很多地方不是右转到直接右转过去就好了。带箭头的不能。哦。圆的可以，圆的随便转。哦。带箭头的不可以。哦，是这样。嗯。如果它没有这种箭头，这种圆的那种随便。长城这边拍的严，别的地方可以不敢说。上一次扣6分。是。扣6分。红灯的。哇，哎，这样一下6分呢？6分200，一共才11分。是啊。你一共只能扣11分啊！一下子给我干掉了。那上面是庙吗？怎么说呢？房子上面建了个那样的顶。哦，建的这样的顶。参观的玩的。哦。哦。我在房顶上建了个那个。可以这样吗？照理说应该是违建，这样说。有关系就不是违建，是吧？没关系就是违建。第一次看到这建在那么高，难怪大家都订这边。小吃街。好，谢谢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好惨啊！下雨喽。搞错嘞。比较短吗？这里就是小吃街。那看谁选想吃什么？可以吃牛杂，真热哦。要坐外面哦。那今天下雨不热啊？要不然就吃牛杂，吃那个什么鱼皮，不倒。但主要是下雨，下雨就什么都很麻烦啊。佛山功夫盲公丸是什么？
牛杂铺。盲公丸，那为什么叫盲公丸呢？有写吗？这里啊，是盲人吃的。不是比赛的时候呢，进行盲试，闭眼试吃，然后熬出神仙清汤，作为汤料。这个就是红豆龟苓膏，这个是什么？陈春粉。陈春粉哦，陈春粉是这样的，好香哦。是啊，饮茶不是也有吗？透明。这个粉都不一样的。就是这种粉啊，透明的、很薄的，才是陈春粉，不是拉布粉呐，你不要搞乱呐。这个是什么？碗仔翅，这是碗仔翅，这个是牛杂。嗯，然后口味最清淡的盲公丸还没来。这碗仔翅不是真的有翅，它是有什么猪梨啊、牛啊。盲公丸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要吃一下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吃，很好吃啊。盲公丸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的民间工艺商场。顺德爽鱼皮，10大招牌菜，13乙。我们之前好像买了一份，一边走一边吃。13乙。这也是吃传统东西的。珍珠啊，珍珠啊。须。哎呀，你看有牛腩饭啊，猪红汤。爱叶做的。哎，蛋散王。对啊，它这边的特色嘛。飞鸿街庙呢，我们就进去主庙咯。这里是饮料店，主庙店。这个什么字啊？信信吧，袅袅。下雨过后的主庙，你看这个妹妹就喜欢玩水，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喜欢玩水呢？然后待会要被妈妈骂了，我们来看看待会是不是要被妈妈骂啊？妈妈要走过来了。哎，你不是要玩水吗？哎，你怎么跑掉啦？这就是主庙。好熟悉啊！现在几点了？佩璇3点15分，待会就有表演。啊，去看看喜狮表演在哪里。这有这个店啊，主庙正殿紫霄宫啊。正殿紫霄宫。这有那个地图。今天这个天气还会有表演吗？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欢迎参观佛山黄飞鸿纪念馆。黄飞鸿是清末民初时期佛山武术名家，是南海洪水的一代宗师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成为艺术创作恒久的主题。初期以天下为主。人来了，好的，下面有请醒狮迎贵宾。蓝色的颜色是以三国文物北极为原型，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含义。比如金色的狮子叫刘备狮，象征着
关公狮，代表的是忠义；还有黑色的张飞狮，则是代表勇猛。当然还有赵云狮、黄忠狮、马超狮等等。当狮子走到各位游客面前，我们可以轻轻地摸一摸狮子头，寓意鸿运当头；摸一摸狮子尾，由头顺到尾。新师徒瑞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好事成。欣赏过精彩的喜狮迎贵宾之后，接下来将会欣赏到的是更加精彩的狮子采梅花桩。好的，下面有请狮子翻山越岭显雄风，让我们先鼓掌后欣赏。狮子外出游玩，来到一座山脚下，看到这座山非常的雄伟壮丽，准备上山寻找食物。上山是为了寻找食物，该怎么过去呢？黄飞鸿纪念馆，黄飞鸿洪拳大师。黄飞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好奇看一下。佛山王飞鸿，因为黄飞鸿长这个样子。刘备师，他说以三国的那个来命名。还可以学那个动作。碑刻，碑文记载了祖庙的重要地位。当时佛山虽地处以南，却也是粤一大都会，有矩阵之称呢。这是外国人，黄飞鸿在外国比较有名。好多。外国人都认识王飞鸿，对啊，听到好多外国人的那个说话。今天从河远的湖畔小镇到佛山这个大城市，这段路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辛苦，一路上不断风雨不断，还遇上塞车。本以为又是无妨走访景点的一天，但没想到从不用房卡的智慧饭店到意料之外的停雨，看着请狮表演，仿佛是在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疲惫都是值得的。旅行总是这样，充满着未知，也正因为这些未知，才让旅途中的每一个惊喜都显得格外珍贵。因为真正留在我们心里的，就是这些意外的片段以及惊喜的时刻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在佛山探索，还会遇见怎么样的人，怎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下期见。